帘子要多窄有多窄，凳子要多小有多小，顾客要舒服就不让他舒服，吃完了抬了屁股他就会走。吸管要多粗有多粗，冰块要多大有多大，一杯喝完了他会再喝第二杯。你是不是新来的？这还要我教啊？你别光傻着站着听，快去干事儿啊！周先生可以剪彩了。好，来，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了没有？预备，来源滚滚 ，Thank you， 来，大家继续吃东西啊。你的分店正开在我大快乐的对面，可真够兄弟。中国朋友啊，哎，坏周先生，今天本该是食神分店盛大开业的日子，他向众人推荐自己新出的情侣套餐，信誓旦旦宣称只要99.9块就能享用这份超值美味。一碗再普通不过的杂碎面被他包装的天花乱坠，仿佛人间美味。可一旁的唐牛却在此时当众撕破了他的伪装，根本不配叫食神。我不会跟你一般见识，你省省力气。你连在街边卖杂碎面都不够资格。对不起，你已经不是本集团的人，你再在这无理取闹，我就叫警察。你没有资格在我面前说话，我才是食神。你就连给我提鞋你都不够资格。你想整我？我不怕你，来呀来呀！我告诉你，相不相信我杀了你全家？你吓唬我没用的，有人在这捣乱，妇女们，有种你拿起刀，证明给大家看你会做菜，笨蛋！我不会。身为一个厨师，你连拿刀的力量都没有。原来唐牛处心积虑潜伏在食神身边，等的就是这一天。他要当着所有记者的面揭穿这位食神虚伪的面具。一场风光无限的新店开张，转眼变成了身败名裂的公开处刑。身为中国厨艺学院的学生，唐牛当即要做一碗顶级的杂碎面，洗刷曾经电梯拉屎的耻辱。很快，一碗新型杂碎面端到众人面前，阿星瞬间往事猛然涌上心头，他终于恍然大悟，可一切都已经太迟了。慌乱中，就连身后供奉的灶君牌位也被不小心撞翻在地。紧接着几名警察出现，告知有50多位客人在他的餐厅吃了牛排之后感到不适，而这批有问题的牛肉正是当初达叔介绍给他的。阿星终究为自己的傲慢付出了惨痛的代价，因此一事，唐牛与达叔的阴谋彻底得逞，曾经风光无限的食神一夜之间跌落神坛。在达叔的扶持下，唐牛很快接手了阿星的一切，摇身一变成了新一代食神。唐牛自从接手了阿星的餐饮公司，他对手下更加肆无忌惮的打骂：台子要多窄有多窄，吸管要多粗有多粗，冰块要多大放多大，薯条炸的要多老有多老，让小朋友吃了要多渴有多渴。这些事你应该知道，不用我多说了。这样做对小朋友的健康好像不太好吧？史蒂芬周以前除了训你之外，有没有打过你啊？听我的令，气死我了！你们别逼我！我可是好人呐！把他抬走！两人联手垄断香港餐饮界，将食神这块招牌变成了敛财夺权的工具，而身败名裂的阿星就此人间蒸发，不知所踪。几经辗转，他流落到鱼龙混杂的庙街，落魄至极的他下意识地想搬出食神的名号，混一碗杂碎面充饥，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早已今非昔比。摊位的老板伙计性格泼辣，不卑不亢，当得知他是曾经的食神，伙计满眼的震惊：给个面子吧，怎么说我也是食神呢？食神？食神？可阿星的傲慢姿态彻底惹恼了周围的商贩，大家看不惯他的嚣张跋扈，便一拥而上，将他狠狠痛扁一顿。多亏伙计出面劝阻，这场围殴才总算停下。他把浑身是伤、动弹不得的阿星扶进小巷。就在他陷入绝望、饥寒交迫之时，伙计递过来一碗简简单单的叉烧饭。此时的阿星早已没了挑剔的资本，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。而这碗充满烟火气的叉烧饭，饱含着伙计最朴素的善意，成为了他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食物。当天晚上，庙街两大势力为争夺地盘对峙，阿星被临时抓走充当人数，伙计与另一方的头目额头展开谈判，双方剑拔弩张，互不相让，气氛十分紧张。额头主张承包撒尿虾的经营权，还炫耀自己的独家配方，伙计则据理力争，双方一时间僵持不下。站在人群中的阿星用专业的眼光忍不住插了一句话，提议将撒尿虾和牛丸掺在一起。争什么？掺在一起做成撒尿牛丸呢？笨蛋！哎，谁要？谁又乱拿枪？老大在这说话，谁乱插嘴？滚出来！别看着我的呀，是你的人来说话。我的人都有家教，肯定不是他们说的。是吗？这句不经意的话彻底激怒了正在气头上的额头，额头让双方的小弟挨个服输。说笨蛋了吗？肯定说了，我是有名的顺风耳。你先说。什么呀？掺在一起做撒尿牛丸，笨蛋！
不是你。凭什么呀？掺在一起做撒尿牛丸啊，笨蛋！你说，哎，能不能跳着说啊？随便。牛丸，撒尿牛丸，对不起，我说错了。说再说，掺在一起能不能做撒尿牛丸的笨蛋？你说，整啥子哦？和在一起做我俩牛丸，笨蛋！你说什么呀？四川话？四川话？你回家吃屎吧你！整什么呢，笨蛋？你整什么？掺在一起做撒尿？等等，你再说一次，说的是你。整什么笨蛋？你再清楚的说一次，整什么笨蛋？王八蛋，还说不是你、啊？我自己都不知道说什么，你听得出来？你的声音这么怪，华生辉我也听得出来。伙计，他是你的人，该怎么处置？暴怒的额头很快就听出了阿星的声音，他当即就要砍断阿星的一根手指以示惩戒。就在刀刃即将落下的关键时刻，伙计毫不犹豫地冲上去，一招空手接白刃，用自己的手挡住了刀刃。为了保护阿星，伙计彻底爆发，亮出双刀火鸡的狠辣身手，凭借着狠劲和过人的身手压制住了额头。额头深知自己不是伙计的对手，只能认输服软，将撒尿虾和牛丸的经营权全都让给伙计。不甘心的额头当晚带着手下准备偷袭两人，可他刚靠近伙计的摊位，就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。他们制作了一种全新的牛丸，这种牛丸弹性十足，咬一口更是爆汁鲜香，中间空心的设计就像气垫鞋一样。额头将整颗牛丸放在嘴里，一口咬下，牛丸在他的嘴里彻底爆开。这种清新脱俗的感觉似乎让他来到了一片沙滩，牛肉的鲜和撒尿虾的甜混在一起，堪称极品。